我是瓜皮儿，绿箭侠前情提要。阔别炼狱岛后1年，奥利弗尔被阿曼达重新派遣了回去。如往常不同，这次的行动似乎多了一丝玄学的味道。奥利弗尔在岛上和魔法师康斯坦丁成为了朋友。康斯坦丁为他刺上蜀江瑶珠4字纹身，用来当护身符，并在关键时刻救了奥利弗尔一命。奥利弗尔拿到藏宝图石牌，和瑞特交换自己和泰安娜的性命。为了获得无止境的力量，瑞特让奥利弗尔带俘虏们挖掘宝藏。之前奥利弗尔正当防卫，扭断了泰安娜哥哥的脖子，在俘虏们看来，奥利弗尔无疑是条走狗。泰安娜一直在守护奥利弗尔，还帮他解释了真相。两人的目的是救走所有俘虏，推翻瑞特的统治，这样奥利弗尔的内心也能得到救赎。即使他们想动奥利弗尔，也没那个实力。现在奥利弗尔在瑞特眼里就是珍宝，用他的话说，想要找到蕴含无限力量的容器，就必须要有引路人指引，这个人就是奥利弗尔。瑞特离开前留下康克林看守奥利弗尔，为了给泰安娜复仇，奥利弗尔抓准时机刺向了康克林，双方缠打在了一起。奥利弗尔凭借多年的历练，一刀刺进了康克林的心脏，临死前嘲笑奥利弗尔，不管你们怎么努力，瑞特最终会干掉所有人。瑞特回来后直接把奥利弗尔关进了大牢，虽然德利干将死了，但奥利弗尔的命更值钱。泰安娜忍不住亲了奥利弗尔一口表示感谢，可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，要赶在瑞特行动前动手，而经过不停的挖掘，成功近在咫尺。瑞特逼迫奥利弗尔和泰安娜一起见证奇迹，一股力量从洞口深处蔓延出来。康克林如同患有白内障，原地复活，守护在洞口，一副闲人免近的架势。子弹打在他身上，就像打在空气上。瑞特发现情况不对，转身就跑，顺便掏出枪威胁奥利弗尔和泰安娜留在这儿断后。就在奥利弗尔以为自己这次凶多吉少的时候，腹部的纹身突然闪耀着光芒，看守者只看了一眼就放行了奥利弗尔。奥利弗尔打心底想给康斯坦丁邮寄点土特产。瑞特立马回到屋里，一副尽在自己掌握的表情安慰着奥利弗尔，说完又派奥利弗尔和泰安娜进洞探探路。随着逐渐的深入，一座神像出现在众人面前。瑞特突然开枪射杀了一名俘虏，在男人停止心跳的瞬间，生命献祭给了神像，神像开始散发光芒。瑞特一下子感到容光焕发，他还需要更多的祭品来换取无穷的力量。背后的奥利弗尔突然出手，打得他们措手不及，和泰安娜抱起神像撒腿就跑，跑出去几百米，感觉没有追兵了，才停下脚步。没有这尊神像，瑞特杀谁都没用，等于间接救了其他人的命。泰安娜猛地把神像摔在了地上，然而什么都没发生。瑞特不慌不忙地联系了他们，这座洞穴只有一个出口，奥利弗尔想要逃出去还得经过瑞特跟前，他们现在是无处可逃。瑞特的手下四处搜寻，碰上奥利弗尔他们都是当场丧命。在包里填了2把枪，就准备去和瑞特谈判。奥利弗尔提前藏好了神像，佯装投降。等泰安娜过来后，两个人枪指瑞特，啪啪几声枪响后，瑞特跟没事人一样。虽然获得的力量只有1条人命的，但这也足够瑞特干掉他们。神像让他可以控制周围的能力，随便一伸手，泰安娜就跟泄了气儿的气球满天飞。奥利弗尔怒骂了一句沙滩之子，冲上去和瑞特激情肉搏，不出意料也不是对手，被按在地上摩擦。如果献祭的生命足够多的话，瑞特能变成神一样的存在。正想掐死奥利弗尔充电，体内的能量就已经余额不足，被奥利弗尔一拳敲晕，跑过去唤醒了昏迷的泰安娜。再转头，瑞特不见了，8成是跑去洞穴里找神像，正好趁这段时间救走其他俘虏。在此之前，要先解决掉瑞特的手下。自己还好说，泰安娜肯定是不敢开枪，几个月前还是潜水教练，现在就要扛枪上战场。回想起自己小时候和哥哥的快乐时光，就一阵叹息。可现在不狠下心，死的就会是自己。泰安娜尖叫着跑出了洞穴，扑进了佣兵怀里，谎称诈尸的康克林杀死了所有人。等佣兵放下戒备前去查看的时候，击毙了最后一位士兵，配合着黑暗中的奥利弗尔抢走了钥匙，所有的俘虏被安全释放。俘虏们捡起地上的枪，开始抵抗佣兵。泰安娜和他们寻找出路，奥利弗尔折返洞穴，准备用他娘的意大利炸弹炸了这个地方，活埋瑞特。安包的时候，奥利弗尔把罗罗的照片拿给了泰安娜看，他曾经也像泰安娜一样惦记家人。时过境迁，现在奥利弗尔只想着生存。泰安娜让奥利弗尔发誓，如果自己死了，一定要去俄罗斯找自己的父母，把兄妹俩的事儿如实转告。如果奥利弗尔死了，泰安娜会去找罗罗，告诉他她的男朋友有多么的伟大。做好交换后，奥利弗尔引爆了炸弹，瑞特被困在了地下，他转眼就干掉了手下，依靠魔法让自己逃过一死。奥利弗尔他们杀回了营地，从瑞特书桌上找到了地图，上面显示炼狱岛东边有架运输机，两人立马武装上路。半路却听见无线电里传出瑞特的声音，显然炸弹没给他弄死。奥利弗尔只能再次折返，给泰安娜他们拖延时间。天色渐暗，奥利弗尔终于找到了瑞特。
瑞特来的路上干掉了不少雇佣兵和俘虏，现在的能量超乎奥利弗的想象，各种隔空遗物蹂躏奥利弗。奥利弗不放过任何一个反抗的机会，起身一刀插进了瑞特的心脏。瑞特淡定拔出匕首准备了结奥利弗，泰安娜一枪打掉了匕首，和奥利弗把枪里的子弹全都打空。瑞特连连后退倒在地上，泰安娜抱起神像开始跑，奥利弗扔了一颗手雷给瑞特，爆炸后还补了几枪，两人一直逃到了天亮。泰安娜越走越不对劲儿，长时间抱着神像的她也获得了力量，奥利弗只能带她继续跑。追兵赶来击中了奥利弗，泰安娜也中了数枪，却没感到疼痛。奥利弗趁机干掉佣兵，转眼再看泰安娜，神像感受到了献祭，将力量分给了泰安娜。这股力量让泰安娜极度享受，她回想起自己的老家，那里被一个叫做科瓦的人统治，乱杀无辜，十恶不赦。有了这个神像，自己就能拯救家乡的百姓。奥利弗只能不停地劝他清醒，俘虏们还在拼命逃向东边的飞机，佣兵在后面紧追不舍，直到奥利弗两人赶到，开着挂的泰安娜瞬间逆转战场。对于那些受重伤的俘虏，泰安娜准备直接开枪射杀，反正都要死了，还不如给自己增加能量。面对奥利弗的阻止，泰安娜是一巴掌给他扇到千里之外，毅然决然地扭断了残血俘虏的脖子。奥利弗抱起神像威胁泰安娜，想要获得力量就先杀了我。耽误了这么长时间，瑞特都已经追上了他们。泰安娜一下站到了奥利弗身边，瑞特立刻开枪击中了奥利弗的大腿。在场只剩2个超能力者还有战斗力，唯一的区别就是瑞特的手臂上拥有罗恩符文，这可以防止他的神智被神像的力量压垮。可泰安娜没有，他心里只有仇恨。成功逃跑的俘虏们已经驾驶飞机逃离了炼狱，瑞特一抬手捏爆了飞机，所有生命再次为他的外挂续航。2个挂逼大打出手，瑞特吸收的生命明显比泰安娜要多，泰安娜败了下风，就连赶来帮忙的奥利弗都被一巴掌扇开。瑞特想吸干泰安娜的生命，却突然被反噬，奥利弗趁机干掉了瑞特。泰安娜的神智被彻底扰乱，为了给哥哥复仇，他杀向了奥利弗，靠着自己最后的意志停下了手，并请求奥利弗杀死自己。奥利弗强忍着眼泪抱住了泰安娜，他发誓自己一定会找到泰安娜的父母。看着被折磨的泰安娜，奥利弗干脆利落地扭断了他的脖子。赶来的俘虏还以为是奥利弗故意杀了他，奥利弗赶快解释了这一系列离奇的事件。奥利弗把泰安娜葬在了父亲小东姚飞的身边。一切都结束后，阿曼达带人赶来收拾残局，任务完成了。他感觉奥利弗已经得到了救赎，可以接受心中的黑暗了。阿曼达只是告诉他，有时候杀戮是伸张正义的唯一方法。把神像运回天眼会后，阿曼达给奥利弗带来了一份礼物，属于他的帽兜和弓箭，包括父亲留下的笔记。阿曼达想送奥利弗回家，然而奥利弗再次拒绝了阿曼达。他有一个约定没有完成，奥利弗只身前往了俄罗斯，当起了地下拳王。这一打就是1年，各大黑帮老大出天价收买他当打手，奥利弗逐一拒绝。他只想找到泰安娜的父母，顺便找暴君科瓦复仇。然而今天他打残的这名拳手就是科瓦的王牌拳手，当场被电晕带了回去。科瓦的手下拿着奥利弗的笔记质问他来俄罗斯的目的，他很好奇上面的名单，不过这不影响他干掉奥利弗，掏出枪直接瞄准了奥利弗的脑袋。就在开枪的瞬间，一只生猛有力的大手推开了枪头，子弹打到了奥利弗身旁，来者正是阿纳托利。科瓦的手下显然非常惧怕阿纳托利，只能灰溜溜的离开，原封不动的把笔记留给了奥利弗。眼看着眼前这个熟悉的男人，两兄弟笑出了声。阿纳托利一把掰断了奥利弗的大拇指，等他挣脱了手铐后又接了回去。阿纳托利表示，这招以后你会用得到。可当阿纳托利听说奥利弗的目的是杀死科瓦时，他表示这趟浑水自己不能趟。早前阿纳托利就说自己是俄罗斯黑老大，奥利弗没想到他居然是当地实力最大的兄弟会掌门人。可他实力再大，也不好正面跟科瓦起冲突。科瓦的手里头可是有一支军队的，他劝奥利弗忘了这件事儿，没有必要因为一个承诺搭上性命。可如果兄弟执意要干掉科瓦，阿纳托利自然要陪着奥利弗一起，身后的兄弟会也会鼎力相助。我是挂皮儿，下期见。